贝吉塔变身超二，把布欧当成了肉弹，一顿疯狂输出。布欧臃肿的身躯被揍得几乎变形，看上去布欧毫无还手之力。但贝吉塔的伤害都是皮毛伤害，一点真实伤害没有。布欧从坑洞里跳出来，身体像橡胶一样轻易复原。贝吉塔抱起之后，用闪光炮射穿了布欧。短笛激动的大吼一声，但是能干掉3大界王神的人，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被杀死呢？布欧双手交于胸前，眯起来的双眼睁开一条缝隙，恶狠狠地盯着贝吉塔。他真的发火了。布欧身上聚集的能量越来越强大，巨大的能量被压缩在一起，蓄势待发。巴菲迪吓得要死，立刻张开防护罩保命。布欧怒吼一声，将全身压缩的能量一口气释放出来。巨大的爆炸在地球上爆发出冲天的能量柱，将地球几乎炸穿，打到现场已经变成了灾难现场。好在大家都没死，只有贝吉塔因为离得太近，被炸伤了一条手臂。竟然有这种事儿，这个家伙又有输出又扛揍，简直没有一点办法。短笛一看就慌了，界王神失踪了，悟饭挂了，悟空不知道在哪儿呢。贝吉塔又打不过布欧，拯救世界的重担该不会落在我的头上吧？布欧黑着一张脸，从肚皮上扯下一坨肉，准确的说是类似橡胶泥一样的某种东西，蹦蹦哒哒的向贝吉塔跑过来。你马上就要死了，拜拜！布欧一边跑一边从嘴里喷出粉红色能量波，轰炸贝吉塔。贝吉塔连连后退，他不明白布欧要干什么。这种程度的攻击，自己可以非常轻松的躲开，毫无压力。布欧仿佛回应贝吉塔的自信一样，猛地喷出一口更大的能量波。贝吉塔跳上空中躲闪，布欧顺势丢出手中的橡皮泥，橡皮泥缠绕在贝吉塔身上，像一条蛇一样紧紧地将贝吉塔捆起来。贝吉塔这种战斗力的超级赛亚人毫无办法，老老实实的被捆住，根本无法挣脱。布欧跳过去，一脚踹飞贝吉塔，然后跃上空中，一个泰山压顶坐到贝吉塔身上。贝吉塔五脏六腑被挤压在一起，一口陈年老血从嘴里喷了出来。布欧压在贝吉塔身上，对着贝吉塔的帅脸就是一顿暴打。躲在小山包上的特南克斯忍无可忍，变身超赛冲向布欧。雾天随即也跟了上去。短笛作为孙家保姆，虽然想保护雾天一下，可是布欧实力太强悍了，短笛有点怂，理智压过了心中的冲动。怂归怂，短笛的智商一直在线。布欧纵然可恨，但是幕后的罪魁祸首可是巴菲迪。擒贼先擒王，团战先偷家。短笛的战斗思路非常清晰，巴菲迪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死期已到，实力嘲讽了短笛的绿脸。你看你，看到布欧以后脸都吓绿了。短笛从来不吃嘲讽这一套，我虽然杀不了布欧，但是杀你绰绰有余。短笛挥起手刀斩向巴菲迪，巴菲迪紧急开启防护罩挡下短笛的招式。接着巴菲迪念出咒语，防护罩化成鼻涕状粘液飞溅到短笛的身上，侵蚀短笛的肌肉。短笛一脸震惊，双手握拳爆气便震飞了这些粘液。巴菲迪怂了，立刻呼唤布欧。短笛一步步逼近巴菲迪，巴菲迪再次张开防护罩，短笛用手掌按压在防护罩上。巴菲迪发觉到防护罩正慢慢崩溃，吓得他连连大叫：如果杀了我，就再也没人能封印布欧了。如此一来，布欧就会大开杀戒，直到世界毁灭。短笛早已看穿一切，就算不杀你，结果也是一样的吧。短笛一掌震碎了防护罩，巴菲迪想跑，短笛闪现到巴菲迪身后，拦住了他的去路。西内，短笛手刀斩下来，将巴菲迪的身体砍成了两半。另一边，特南克斯一脚踹倒布欧，雾天去解贝吉塔身上的橡皮泥。贝吉塔慢慢睁开眼，看到了自己的儿子，他感知到了布欧的气还很强烈，光凭他们几个，就算联手也无法打倒布欧。绝望的感觉让贝吉塔决定豁出性命，与布欧同归于尽。特南克斯，你以后要照顾好你的妈妈，快找个地方躲起来吧，布欧由我一个人对付。特南克斯坚持要与贝吉塔并肩作战，如果加上雾天3个人一同出手，胜率应该会大一点了吧？只有贝吉塔清楚，对付布欧再多的人也没用，他不是那种用常规方法就可以打败的人。特南克斯，从你出生到现在，爸爸从来都没有抱过你，对吧？让爸爸抱一次。贝吉塔揽过特南克斯，将他抱在怀里。特南克斯从未见过如此柔情的父亲，小小的脑袋里充满大大的疑问。贝吉塔看着小小的特南克斯，久久无法移开目光。再见了，特南克斯！贝吉塔下定决心，用手刀击中特南克斯的脖子，特南克斯栽倒在地，失去了知觉。接着，贝吉塔一拳打中雾天的腹部，雾天也晕了过去。短笛远远地看着眼前这一切，待贝吉塔一拳一个小朋友打到2个小孩后，短笛默默地飞了过来。这会儿，布欧再度爬起来，摇摇晃晃地走向贝吉塔，带着2个孩子走得越远越好，拜托你了，短笛！
短笛抱起2个孩子，回头看了一眼贝吉塔：“你该不会是要自杀吧？”贝吉塔沉默半晌，突然问道：“如果我死了，在地府里能不能和卡卡罗特见面？”短笛没有因为贝吉塔决心自我牺牲而欺骗他，他告诉贝吉塔，想遇见悟空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贝吉塔杀了太多无辜的人，死后不但肉体会消失，魂魄也会送到和悟空不一样的世界。到了地府，贝吉塔的记忆会被洗掉，然后被赋予新的生命。贝吉塔露出微笑，so ga，那还真是遗憾。够了，你快走吧，速度要快。短笛不做留恋，带着2个孩子飞走了。布欧准备追杀短笛，贝吉塔一声吼将布欧震慑住。想去杀他们可以，先打倒我再说。你这个肥得流油的烧水壶！布欧听闻此言，立刻喷出蒸汽。这个世界的人太坏了，总是以吨位来侮辱人。胖又怎么样？吃你家大米了，还是烧你家开水了？布欧决定将贝吉塔折磨致死。贝吉塔也不是傻子，对打的话，自己不但会白白牺牲，而且还会被布欧狠狠的折磨。他既然选择留下来，就已经有了杀死布欧的办法。这一次，我要让你无法再复原，因为我会把你炸成碎片。贝吉塔运出全身的力量，扯着嗓子歇斯底里的大吼一声，身上的能量瞬间爆发，以极快的速度吞没了小岛和布欧。贝吉塔在这凄凉的光芒下自爆了。小岛被贝吉塔的自爆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，短笛和克林已经飞出好远，在远处静静等待着爆炸结束，空气中再也感受不到贝吉塔的气息了。短笛将2个孩子交给克林，自己飞回小岛去查看情况。临行前，短笛交代克林将消息转达给他们的家人们吧。贝吉塔死了，悟空下落不明，悟饭可能也死了。克林感受到巨大的压力，喜报好传，丧报怎么说得出口？尤其是七七的承受能力那么脆弱，如果知道悟饭死了，还不得当场崩溃？短笛回到小岛，看见在巨坑附近有许多粉红色的肉块，那应该是布欧留下的残骸。短笛没有在意，私下寻找贝吉塔的尸骨。这时他听见一阵阵惨叫，短笛闻声寻过去，看见了还剩一口气的巴菲迪。这个魔法师生命力还挺强的，竟然在重伤的情况下用防护罩抵御住了贝吉塔的爆炸，侥幸活了下来。别叫唤了，巴菲迪，我这就送你下地狱。短笛准备动手彻底了结巴菲迪，突然他瞥见地上的粉红色肉块蠕动起来，无数的肉块慢慢膨胀，变化成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布偶。短笛惊得目瞪口呆，一时间竟然忘了补刀。无数的布偶迅速飞向同一个地方，抱团融合在一起。如此看来，布偶马上就要复活了。不可能！短笛回过神来，转身就跑，火速追上克林。他将刚刚看到的一切告诉给了克林。贝吉塔死了，布欧毛事没有，地面上已经不安全，必须立刻去往天神殿避难。2人立刻赶往天神殿，与丹迪商议地球的未来。悟饭的气息连丹迪也感受不到，不过剑王神的气息还在，证明剑王神还活着。悟空已经是个死人了，不会再死，不过现在下落不明，这样的空前灾难，短笛也是第一次遇到，可能地球上就只剩下他这一个强者了。好在短笛头脑冷静，大局观意识较强，他决定以静制动，专心保护好雾天和特南克斯，地球未来的希望就指望他们2个了。布欧恢复原样，巴菲迪扯着嗓子呼唤布欧，命令布欧将自己恢复。布欧装傻，当作听不见。巴菲迪告诉布欧，自己马上就要死了。布欧脸上笑得更开心了。巴菲迪一见布欧装傻充愣，气得大骂，威胁布欧，如果不把自己恢复，就给他封印起来。布欧一听这话，立即用魔法恢复了巴菲迪，毕恭毕敬，乖巧地站在一边。巴菲迪大骂绿脸短笛是个畜生，必须要好好折磨他，才能解心头之恨。另一边，雅木茶驾驶着飞行器，载着3个辣妈、比迪利和龟仙人去寻找伙伴。途中，大家讨论起贝吉塔，魔化的贝吉塔让大家不寒而栗。布玛担心他因为某些原因变回了最初来到地球时那个邪恶的贝吉塔。几分钟后，贝吉塔自爆的余波袭来，飞行器剧烈晃动。虽然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布玛却突然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心痛，一股不祥之感袭上心头。难道贝吉塔他？因为爆炸余波的原因，飞行器的引擎发生故障，雅木茶慌了手脚，眼看飞行器就要坠毁了。18号挺身而出，跳出飞行器，徒手将其拖住，飞行器缓缓落地。雅木茶很快便将飞船修好。众人商议一番，决定先去找齐七龙珠，将武道会上那些贝吉塔杀死的无辜群众复活。几人很快便找齐了6颗龙珠，然后在某个无人岛的恐龙巢穴里找到祖传4星龙珠。不过雅木茶被甩，明明会飞又有战斗力，偏偏让布玛去恐龙巢穴里拿龙珠。布玛显得十分吃力。这时恐龙归巢，将龙珠连同龙蛋一起吞进肚子里。雅木茶丢出一发气功弹，恐龙被打入水中。比迪利情急之下跳入水中大战恐龙。七七担心自己未来的儿媳妇有危险，随即也跳入水中。雅木茶也跟了进去。龟仙人本想躲一躲，被18号一脚踹飞。经过几个人的共同努力，7颗龙珠终于集齐。
另一边，悟空终于从昏迷中苏醒过来，他简单的感知了一下周围的气息，贝吉塔的气息没有了，看来是打晕自己后独自挑战布欧战败了。布欧的气息还在，悟饭的气息没有了，而短笛和克林的气息还在，两人已经从石像恢复了吧？悟空顺着短笛和克林的气息，用瞬间移动来到了天神殿。看到悟空的一刻，短笛心里的大石头终于放下了。克林眼含热泪：“悟空，你原来没死，不对，你原来还没走。24小时这么长吗？”悟空才是地球的希望，只要有悟空在，短笛等人突然就感觉空气清新许多，身上的负担也没有了，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。悟空会有办法对付布欧吗？地球的未来将会何去何从呢？本期内容就是这些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